冉安乐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干嘛？我帮你打扮打扮呀。我们这是要装难民，有点勉强吧？来。我自己来便是。哎呀，你这矜持劲儿得拖到什么时候？来。哎，来，拿好了。哎，你又要做什么？脸上也涂点吗？好吗？老板。没有，走。老板。站住！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两位官老爷，我们实在是恶意。知府大人明明下了戒令，你们这帮贱民怎敢滞留城中？官大爷，上点饭吧。走，把他们带到老地方去。走。快点，别磨蹭。下一个。就这么多。下一个。别磨蹭，没了，快点！没了啊！别推啊！狗仗人势的东西。算了。慢点，后面。边疆硝烟战起时，他们将自己的儿子还有丈夫都送出去。等到大旱来临之际，又是他们亲自挖渠灌水。没想到眼下没了。后面。殿下，你没看见的东西多了，人命如草芥，百姓如猪狗。是我的错。这可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狗官的错。他们只手遮天，中饱私囊，害得百姓受苦。冉安乐，你要谨言慎行。你给我把这些话吞肚子里去。我可当你是知己，所以才如此口无遮拦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无心细谑。来了。小子，下雨了，准备撤了，把周米都收起来。哎！回去吧。别淋坏了。早都淋着了，你看你脸上的泥都没了。快走，小心暴露。冉安乐，安抚百姓和查募天府，我想先办好签证。可是没有物资的话，很难办得到啊。有，闵行商人的米。原来殿下是想学我以前打家劫舍的行当。还是得取乎正道才行。既然有万事顺意的仁安乐在，殿下一定如意。谁？太子殿下。冉安乐，你这么晚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商议赈灾之事吧？太子殿下先帮我擦干，我再告诉你为何。我没擦过。其实我是来帮太子殿下迎客的。
简宋已经去了。哦，这么巧，岳叔也已经去了。简宋功夫不赖嘛。你家院叔也不差。太子殿下不用在旁边保护我，靠近我便好。好招！殿下这招也不错。等等，留活口！是属下疏忽。我还没看到呢，怎么就倒了？是服毒自尽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刚才在后院被制服的几名刺客都服毒自尽了。这些人此前就未曾使出杀招，眼下更是宁愿服毒自尽，也不留一丝痕迹。殿下，这会不会是……此间事了，回去温书吧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既然殿下无事，温公子还是送我回去吧。哦，走吧。所以太子殿下是何时知道他们会来的？我们暗中查看了灾民的状况，回城路上却畅通无阻的时候。所以这场刺杀应是钟义侯和钟礼文联手所为。所以刺杀的地点选在了这个客栈，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而且这些刺客他们的功夫如此的高深，却只对着太子殿下的扇子打。哎呦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把好看的玉扇子。可见他们的目的不是刺杀，而是警告。说的也是，我们这次下江南才是陛下眼中最为紧要的事情。如果我跟太子殿下就这样死在了这个慕天府，到时候自己惹得一身骚，不是？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。还有第二种。这个钟义侯为人不择手段，我们若是死在此处，他大可以嫁祸给钟礼文。那太子殿下觉得，许是这个刺客放我们一马，也说不定。我们已经尽力隐藏了行踪，但还是被追踪到了客栈，可见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侯爷，你莫不是真的派了刺客？这可是引火烧身之举啊！太子在暗处，钟礼文在明处，也实在不好办事。所以你就使了这招逼太子现身。这次的刺杀，早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。现在太子势必是毫发无损，又能奈我何？毕竟，刺杀之后的明局，才是给韩烨和任安乐这对家人的大礼。与其被他们步步紧逼，倒不如反将一军。所以我就说我跟太子殿下还是非常有默契的。这些人搞出那么大的动静，无非就是想要告诫我和太子殿下别在暗地里搞事情。我们就主动现身，各亮名牌。好。这样做不妥吧？这赈灾营还要5日之后才到，若是灾民们知道了殿下来了，却无所作为，那岂不是要闹得更乱？哎呀，我们这次下江南还真缺少银子和粮食嘛。文书，通知下去，让大家都换回衣饰，摆下太子仪仗。
我要让穆天府的所有官员在1夜之内都知道太子御临之事。哼，是。臣惶恐，未知太子殿下御临穆天府，臣接驾来迟了。哪里，钟大人乃一方父母官，公务繁重，是我未及时告知。这位莫非是？这位是大理寺卿任安乐大人，此次与我同为钦差。任大人。这客栈简陋，下官已为太子殿下还有任大人准备好了一处别院。不必了，穆天府水灾严重，不必为我耗费财力。更何况，钟大人穿着如此朴素，可见平日清贫惯了。多谢太子殿下体谅。就好比这次天灾，穆天府已经打开了粮仓，把所有的粮食都赈了出去。粮仓空虚，万幸的是，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及时赶到，这才解了15郡县的燃眉之急呀。官仓果真空了？若太子殿下不信，下官可以打开粮仓，让太子殿下一观究竟。钟大人言重了，我自然是信大人的。若如大人所言，那份万人血书为何会传到京城啊？这任大人就有所不知了。江南离京城路途遥远，那边的难民刚至，这边穆天府就已经把他们安抚得差不多了。哦，哎，那这么说来，这赈灾银是不是就不用发了？那倒也不是。这治水救灾还得从长考量。穆天府现在商家手里还有些余粮，所以下官准备明日率乡绅在望江楼设宴，还请太子殿下还有任大人一同前往，共商此事。去。哎，这个望江楼的酒席啊，看来咱们是吃不起了。你如今倚仗着我这个当朝太子，哎，天底下哪还有你吃不起的饭菜啊？哼！哈哈，我这一介乡野女子，明日还要请太子殿下多多照顾我才是啊。钟礼文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，他还是钟义侯的内弟。明日啊，你可要多多收敛些。此次下江南诸多事宜，还得靠他多多帮助。你又想做什么？哎，太子殿下累了一天了，我自然是要为太子殿下宽衣解带才是。没想到你平日蛮横无理，私底下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一面。那是自然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是啊，10年惦念，如今皆成过往。太子殿下这说的是真的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注意点分寸，然乐。哎，我怎么就这么不喜欢这个钟礼文派来的人啊？来的不是时候，走的也不是时候。本来还想着太子殿下有了安乐的贴心服侍，定然会跟安乐坦诚相对。安乐，你真是越来越荒唐了。就算是我荒唐，你也配合我唱了双簧呀，太子殿下。
他们可好对付？太子殿下倒是挺好说话的，不过这个任安乐确实是个硬茬。不过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收礼的官儿。哼，山珍海味他不吃，难不成他还想吃灾民的口水？哼，既然太子殿下想体体面面的捞个政绩，那我们就把这件事给他办得漂漂亮亮的，这也算是大功一件。可是侯爷那边，侯爷那边我自有交代。两手准备，我们先设个局，以表诚意。如若不然，我们看一出戏，看看太子殿下来了江南是怎么引起的灾民暴动的。赈灾粮募集困难，这钟离文设宴，是想拿我手上的赈灾银，去买那些富商手上的余粮。但是这些余粮本来就是官仓的，到头来，这些银子还是会落到他们的手中。哎呀，他真是好一个暗度陈仓啊！你说钟大人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古云年视你为眼中钉，钟离文势必会在宴会上摆你一道。但我看太子殿下如此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想必心中是已经有了打算了。任安乐，你果然是我的好知己。知己，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好知己。没事儿，我任安乐脸皮厚，只要太子殿下说是知己，那就是知己。不过，如果安乐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太子殿下可否答应？任安乐，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的请求呢是希望太子殿下可以叫我一声美人。美人，好，就这个位分了。太子殿下可是答应我了。好茶。尺则直刺1寸，解寒镇咳。柄锋斜刺1寸，行气活血。此法是琳琅向京中名医求得。大人若能3日行针1次，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大人施针已毕。我是先天不足之症，怕是难考人为。这么娇弱的长丝花，宜来京城尚能存活。大人您怎么会有事？大人，长丝花发芽了。这长丝花生于境南，生性厉害，我多次栽种，都未能让它发芽。琳琅，还是你心灵手巧。大人，安宁公主又来了，就在楼下包厢喝酒。
跳得好。长得还不错，挺水灵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婉意。婉意，好名字。你也不错，叫什么呀？奴家芷罗。属下冷北，您喝的太多了。谁让你靠本将军这么近？都下去吧。将军，骆大人。那日在泾阳侯府中，我便觉得帝家被陷害一事，安宁定然知晓。那您为何不告诉任大人？他与安宁自幼情同姐妹，一不想把她牵扯其中。此次安乐出京，我们替他好好查查。还有荷花坠子的事儿，抓紧查。是。没见过。你呀，嘴上说是来查坠子，我看你是想自己来挑武器吧？哎呀，这不找个趁手点的武器，怎么保护你跟小姐？本来还想着这人是行武出身，或许会用这坠子换把趁手的刀，可这一路的武器铺咱们都问过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哎，这都找了一天了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就知道吃。我饿了吗？这个坠子过了10年才重现于世，对主人来说必然珍贵。
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当掉。近年来，江南水患连连，饥荒不断。走了，去哪儿？米铺。米铺。可算是问到了，咱俩这回终于可以去饱吃一顿了。就知道吃，现在只问到了这个人姓钟，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和下落呢。啊！可是我都饿了。明天呀，咱们随小姐去江南最大的酒楼望江楼吃饭，管你吃够。真的吗？嗯，行。难得殿下主动一回，不枉费安乐一片真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也得把戏演好。这一招炸胡，还是舞弊案时跟你任安乐学的。可是安乐对殿下的真心，可不是演戏演出来的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说起来，你为什么总喜欢对着海燕自称安乐？自称安乐是因为我要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在用这个假身份陪他演戏。安乐说出来的话、做出来的事，都是假的。今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这望江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是啊，是啊。太子殿下，我代慕天府众乡绅百姓敬太子殿下一杯。殿下，为何不饮酒啊？莫非是嫌弃我等照顾不周？殿下。哎，太子殿下政务繁忙，不宜饮酒。正好呢，我安乐喜欢饮酒，就让我为太子殿下代劳吧。好，好啊！任大人不愧是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啊！哎呀，过奖过奖过奖！海量啊！是啊，来，任大人，任大人，等一等，任大人，钟大人，不妨让诸位一个个的来。是下官照顾不周，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何必要这么客气呢？反正以后到了江南，少不了要各位照顾我呢。正好啊，借此机会认识一下，阁下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城南刘本善。哦，刘本善是个好名字，果然人如其名，善良的令人发指。哎，干了！令人发指。哎，请。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城东古明红。哦，古明红啊！干！小姐这酒也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，不是说带我们一起吗？稍安勿躁，小姐既然已经令我们备好快马守着，就一定有她的打算。不是，那温硕怎么就能跟他们一起进去啊？还记得昨天刺客来之前，小姐命我陪她温习功课吗？是有这么一回事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她呀，自有用处。任大人，在下再敬你一杯。安乐，切莫贪杯。无妨。任大人，刚才你喝着一圈任人酒的时候啊，太子殿下可紧张得很呐。
是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大美人，在京城之中，有多少男子为我倾倒呢？别看这太子殿下平日里正襟危坐的，他其实心里头醋劲可大着呢。是啊，任大人此前就经常在凌香楼流连忘返，还常与其间之人嬉笑打闹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殿下所言极是，这件事情是安乐做错了，以后安乐绝对不会让殿下独守空房。这杯酒，安乐敬上。真调皮！没想到啊，这堂堂的太子殿下，竟然爱上了女水匪。无妨无妨，安乐以3万水师求聘，这般手笔，于我太子而言，也算不上丢脸嘛。其实我们早就听闻太子殿下和任大人的佳话呀，所以今天备了一些薄礼，以和2位能够早日结成秦晋之好。是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哦，哎，钟大人，不可！安乐乃朝廷要员，岂可随意接受贵重礼物？太子殿下，您这话说的，就对任大人可就没有诚意了。这是贺喜祝福之礼，又和贿赂不一样。您见过哪个把祝福眷侣的礼物往外推的呀？啊？你这又是参谁的折子呀2份参的自然都是任安乐。为何是2份？这一份参的是任安乐受贿。受贿？你那弟弟不就喜欢给人送礼吗？事后好拿捏别人。只要任安乐敢伸手，那就是收受贿赂的重罪。那这一份呢？哇！五彩琉璃皮儿。哎呀，大家这盛情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能不领情呢？哎，别的不说啊，就光是看看今日这盛况，简直就是为我跟太子殿下办喜宴呀！任大人真是通透。来人，把这些礼物都收起来，等宴席结束之后，送到任大人的住处去。哎，慢着慢着，既然都说是喜宴，那这可就是份子钱了。这份子钱和大家送的礼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着心里都得有个数吧。小厮，去拿笔墨纸砚来，大家自己送的什么，自己都在纸上写清楚啊。好嘞。大人，你看这安乐这个要求，本太子认为并不过分。任大人，这点薄礼，不用真的写吧？怎么就不用写了呀？你自然是要写下来的，不然之后我跟太子殿下怎么感谢你呀？这要我们写呀？这怎么写什么呀？这麻烦了，这办法。来，请吧。哦。怎么办呀？他记不住编。这又不是上断头台，你紧张什么？这个吧，
哎呦，怎么了，文叔？他明明姓古，怎么突然变姓金了啊？我娘家姓金。古老伯啊，做人可是要诚实啊。咱们太子殿下就在这看着呢。是。诸位啊，这是我亲弟，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大家可千万别糊弄啊。对，他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，过目不忘这点，我倒是可以作证。姓古。哎。诸位，你们可都得看好了啊！这可是你们亲笔承认的贿赂朝廷要员的证据。文叔，把这个交给苑琴，送往驿站，务必交到陛下手中。是。啊，这不行吧？这。以奇珍异宝贿赂朝廷3品命官，罪加一等，算起来抄家也不为过。饶命！别说，走。哎，钟大人啊，你又没犯错，也没行贿，你跪下来干嘛呀？对不对啊，殿下？快起来吧。啊，殿下，你们听，这窗外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你看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要不我去看看？今天事还真多呀，殿下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许是之前赈灾的粮食又吃完了，这帮灾民听说殿下莅临，便前来巡视。这更不凑巧的是，赈灾的银两4日才能到，仓库里边1粒粮食都没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都怪太子殿下，要不是你非要来这望江楼，怎么会害了这些乡绅，又连累这些百姓啊？乡亲们，我们在这跪了这么半天了，太子却迟迟不出来，还派兵堵着我们，太子拿我们老百姓当人看了吗？接下来，该你一锤定音了吧？钟大人，我们今日本来就是为了商量赈灾之事。赈灾银未到，官仓又空乏无粮，我有一个更快救济灾民的办法。殿下请讲。让这些乡绅将功赎罪，开了私仓放粮。可我们又没粮可开。哎呀，如果他们也没有粮食的话，那他们方才那些行贿的证据，可不是都到陛下手中去了？乡亲们，这太子殿下装聋作哑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杀出一条血路，透一个说法。对，走，逼他出来，走，走。太子南下，反而引发暴乱。纵然钟离文受罚，怕是我们的储君更要为此担上首责。此局难解。那要看执旗的人是谁了。钟离文千算万算，
算漏了寒夜身边的意外。大人此话何解？任安乐此前统领3万水师，个个对他忠心不二。他钟离文不顾煽动几千难民，是在小觑他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即使众乡绅能把粮食捐出来，但他们的居所分散，得花大量的时间。这灾民气势汹汹，这安抚得住吗？殿下，钟大人，我问你啊，大靖楚军在你慕天府被百姓围堵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呀？啊？下官该死，只是身在望江楼，不能调动更多人马。太子殿下，不能为您解忧，臣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！哎呀，不够啊，不够啊！太子殿下，我就说这不够，根本不够。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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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！钟大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说的可是太子殿下的禁卫军也不够围堵这些百姓的，又没说你巴掌打得不够。你说的对，楼下灾民上千人，禁卫军不过几十。安乐，日落之前，你能替我守住这些灾民吗？安乐说过，只要是殿下祈愿的，安乐都会做到。好。钟大人，楚军无戏言，我会亲自前往众乡绅家中征粮。安乐，等我。安乐与殿下，望各不相负。诸位，我以大靖太子的名义保证，赈灾粮今日必到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不可能，这怕不是缓兵之计。诸位，太子殿下马上就去取粮食，有我任安乐在这儿陪着大家，全当是人质了。你就是那个救了流寇、治了京城高官儿子的水匪。既然你任安乐替我们老百姓做过主，我们就再戏你一回。原来大家都知道任安乐啊！大人英明，便是江南也略有耳闻。有您，我们也愿信殿下一次。那我也愿向大家担保，有我任安乐在此，太子殿下绝对不会抛下大家。现在灾民群情激愤，本官也希望太子殿下能取粮顺利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出身靖南，一介水匪，你们大家最怕什么，最想要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们的苦难，我也能够感同身受，所以请各位父老乡亲放下心来，太子殿下定会带来粮食。殿下，日前慕天府刚发掘了一处铜矿。今日粮仓里多半粮食都已经交到矿上去了，并不是小人不愿意给，而是实在是……无妨，带我去取剩下的半仓粮食即可。我家的粮仓距离此地甚远。咱们现在出发，带路。啊，小人遵命。哦，在这儿。在这儿。话说我任安乐剿灭东迁，千里求聘，然后又拿下了科举舞弊案，这才得了太子妃的晋升机会，然后来到这江南，与大家一起赈水灾，也才有了跟各位父老乡亲相遇的缘分啊！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快，在这儿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太子还来不来？
大家少安勿躁啊，别急，马上就来。娘知道。乡亲们，我看呐，这里面就有诈。这太子下江南的时候，我听说燕儿哥就没带粮食来，骗我们的。真的呀？哦，好像走错了。又走错了啊！都是小人的错，怕是没办法让太子殿下在日落之前拿到粮食了。再拖下去，望江楼下怕是真的要失守了。粮食呢？给我们粮食！我们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要粮食！我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看，太子殿下带着一半的赈灾粮来了。来，我们去抢！各位父老乡亲，为了防止哄抢，请大家先登记名册，按量发放。任大人，你这又是想耍什么花招？拖延时间是吧？对不对啊，大伙儿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粮食？万一是石头和沙子？对呀。怎么证明？真是粮食，真的有。证明了吗？大家别乱，排队登记，跟着我走。难民里会有钟离文的手下，我已命吉利备好了假的粮草，里面有个扎了黑绳的大米袋子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殿下何时学会诈人了？所谓近墨者黑，也不知太子殿下那边如何了。下一个，后来登记，我家一共4口人。对。我叫陈大力。二东啥事？饿死了！哎，等等，大人，登记再领粮。好几个孩子，您行个方便吧？果然是假的！我这米是假的，你的身份也是假的。如果你敢大声嚷嚷，我这刀就捅进去了。带走。是任大人，你怎么突然抓人呢？那人刚才还给咱们出头来着。放人！放人！各位乡亲父老，他带头插队，若我不施加惩戒，对守规矩的人不公，更会惹得他人效仿。到那时，老幼妇孺又如何保证自己的口粮？眼下太子殿下马上就会带着粮食过来了，大家少安勿躁啊！可你这话已经反复说了好几个时辰了。对啊，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太子殿下，你可要快啊！我们不找了，索性就到这儿吧。殿下，咱们还没到那儿呢。太子殿下，粮食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些粮食只是其中一批，其余的已经在送往望江楼的路上了。做得好，回望江楼。是，出发。我的粮食啊！可就出人命了！该不会有诈吧？谁给这个伴儿啊？这个手套吧。
诸位乡邻们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京的土地上。大人，先喝口茶。来，大人，我看您不必如此。这慕天府怎么说也是您的地盘，亮的太子也不敢对您怎么着。奇耻大辱，你懂什么？如果像侯爷所料，之后他们的下一步要从江南水患入手的话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关于赈灾一事，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安乐，你果真聪明。殿下这是打算夸我了？来来来，多来点。望江楼之言，钟离文想要行贿你，然后威胁你，你却用记名单的方式反将一军，逼出了赈灾宴。这也多亏了殿下养出了温硕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妙人。我去取粮之时，也多亏你派出了院书，反抄了米行的仓库，还顺带捎了几本有用的账本回来。嘿，殿下既然要夸人，那要夸的多一些才是，这样才能让人有心情做更多的事啊。这个钟离文虽然蠢笨，但确实是钟义侯手上一把好用的刀。然了，我问你，若要彻查钟离文贪腐的证据，该从何处入手？自然是要从河道款上入手。100万银钱修建的沅江河堤坝，不出1年便已决堤。这中间不知有多少银钱被这钟离文中饱私囊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必须要找到河工和账簿才是。我听说，钟离文确有一本内账。是了，河工是人证，内账便是物证。若要查河道款的话，自然是少不了薪酬还有物资这2项。找到河工，那么就能查清薪酬的出入；而若是找到内账，就能够让一切物资还有开支通通的水落石出。进来。太子殿下，小姐，我去查过了，
钟离文将去年修河的500河工都征召了去，说是要重新修葺河道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那当然了。殿下，我去河道处问过，修河的河工都不是去年的那一批。哦，原来殿下查的比我还早，而且还查的那么深入。那我刚才白费那些口舌干什么？不算白费，只是让我再一次确认，任安乐不愧是任安乐。小姐殿下，我们就先下去了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内帐还有河工其实并没有任何下落。藏500河工的难度，还是要比藏一本内帐要高许多。殿下的意思是要从河工开始找起。哎呀，殿下不会让我连夜去找吧？哎，殿下，你这么兜兜转转一个大圈子，还跟我聊了那么多公务，无非就是想要回避开头安乐问你怎么答谢我的问题。殿下，你就不用慌了，也不用装了。其实，殿下昨日就已经答应过我了。何时啊？昨日啊，不说要封我为美人吗？庆祝一下。我那只是夸你是美人，那不算数的。殿下既然要装糊涂，更是要答谢安乐才是。唉，这殿下是一杯酒都不愿意跟安乐一起喝呢。果然，安乐是殿下用过之后便藏起来的一把刀罢了。唉，如此良辰美景，终于孤男寡女独处一室。做些什么好呢，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生得真是英俊，果然是京城第一美男。任安乐，你也不差，是个奇女子。
醒了。那，醒酒汤。殿下，昨晚你和安乐姐发生了什么？你回来了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殿下。门没锁，推门。苑琴，不让你给太子殿下送的醒酒汤，你送去了吗？哦，如此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手，晏殊？哦，太子殿下这么早找我，是为何事啊？然了，我不善饮酒，昨日若是酒后失礼，还望你不要责怪。哎，昨夜太子殿下可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如果太子殿下可以再逾矩一些的话，我现在也就不用为了太子妃之位这么死磕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什么话呀？我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吗？然安乐，以你的才能，若是可以，你可愿陪我共创乾坤盛世，就如同当年的太祖和帝家家主一般？太子殿下，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韩太祖和帝升天了。是我妄言了，安乐。我想，我们还是聊聊河宫和内帐的去向吧。这才是我仰慕的太子殿下呀，也是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安乐的太子殿下。韩烨和任安乐第一关顺利通过，我们接下来就该为他们铺后面的路了。是，大人提得巧。此前千月阁打探江南消息，得知钟礼文擅长行贿与要挟，贪污的记录都在一本内账上。这本内账我们之前就查过，不过因为钟礼文藏得太深，江南又非我们的地界，一时难以得手。大人别着急，荷花营坠子有线索了。哦，坠子出现在慕天府，据说是一个姓钟的人当掉的，只是此人现在下落不明。林郎，你办事总是让我很满意，辛苦你了。这米行老板的描述是不是出错了呀？这小镇也不大，怎么会谁也没见过这个人？行伍出身，该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。帝家小银毕竟不是什么寻常事物，或许他去米铺时，在容貌上做了伪装。啊？那再拿着这画像找下去，也不会有结果的呀。哎呀，我好饿。面前，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？老板，要2碗牛肉面。哎，好嘞。容貌伪装只能改变皮相，不能改变骨相。
江南人都是娇小玲珑，五官清秀，而此人身材高大，面容硬朗。身材高大，面容硬朗。客官，您的面。谢谢。你多吃点肉。嗯。老板，这2位姑娘的面钱我结了。哎呀，你起开！老板，就结这位漂亮姑娘的。哎，这画像上的男子，莫不是你意中人吧？是院叔的哥哥。院叔的哥哥？对啊。院叔怎会跑江南来找哥哥？院叔本来就是江南人，与哥哥从小失散。对，我就是来找哥哥的。院姐，那个望江楼是江南最大的酒楼，我改日请你一起去吃饭呗。带上院叔。你说带谁就带谁。这些我认得，这是院叔他们的收获，但并不是钟离文的内账。内账是死物，河工可是活人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活人难藏。钟离文若是被我们逼急了，必会对这500人下手。就算下手，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呀。我昨日意外得知，慕天府只用3天时间，便征召了500位矿工。这些人很鸡贼啊，居然把河工当作矿工来看待。大人，他们已经查水患的事情了。他们真的要从水患入手？千真万确。这事到如今，那些矿工就不能再留着了。今天晚上你就带人。大人，那可是足足500条人命。怕什么？啊？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多山贼出没，今夜山贼突袭赵家庄，500矿工无一人幸免于难。是。那依照殿下的意思，这钟离文还真是钟义侯的一把好刀啊！这账本上记录了铜矿地点，就在城南赵家庄。那这矿工找到了，这内账又该如何呀？我一会儿就去拜会一下钟离文。至于这封信，殿下果然学会查人了。简聪，殿下，一会儿将这封信送往驿站。记住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的手中。属下遵命。大人，他们不会真的找到那本内账了吧？不可能。他们不可能这么快。这本内账关系到您和侯爷的身家性命，要是真让他们发现了，那这绝对不可能。
我得去看看。钟大人似有急事，看来我来的不巧啊。下官不知太子殿下突然造访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不必多礼。请。请。不知太子殿下来此所为何事？我此次来江南，只是想安稳解决水患一事，难免倚仗大人，所以想请大人多多协助，日后我也好向陛下复命。下官钟礼文率穆天府25位理事官员，听太子殿下的差遣，必定为太子殿下鞍前马后。好，坐吧。谢太子殿下。钟大人，江南水患的源头在于河堤不顾。我已查明去年修河堤坝河工的下落。太子殿下，这些我若是没查明，大人还想瞒我到何时啊？太子殿下，此话何意？钟大人，我看你这盏茶不错，来，与我说说，从何处得来啊？坐下。我还想跟大人了解江南的情况呢，大人不会不愿意告诉我吧？啊，不会，下官一定会知无不言。晕倒了。大人，这官矿居然还能遭遇山贼，也是稀奇。这山贼遇上水贼，渊琴，你说谁能赢？要不渊叔，你来试试。准备。哎，大人，不要放箭，不要放箭！我们不是什么山贼，我们是穆天府的衙差。你们是衙差，那我们就是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。给我放箭！大人，大人，我们真的是穆天府的衙差。胡说！衙差怎么会穿着土匪的衣裳？又怎么会跑到赵家庄来？小人没有胡说。大人，小人是穆天府的师爷。我们大人收到密报，说是今晚有山贼要洗劫赵家村，所以才乔装而来。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啊！大人。哦，果真如此？你们真是衙差？将军，若是不信，可以随我们回穆天府找钟大人对质啊。岳叔，找人去穆天府问问去。
太子殿下，我们在城南赵家庄抓到了一伙山贼，任大人不知如何处置，让我来问问。钟大人，江南境内竟然还有山贼，实在是让我有些惊喜啊！下官知罪。只是因近日水灾，这些山贼才冒了头。平日这帮山贼，那依钟大人之见，该如何处置他们呢？这帮山贼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理应杀无赦。好，得了钟大人的首肯，我与任大人行事便方便了。太子殿下，我亲自去城南处理此事，更深录众，钟大人不必相送了。恭送太子殿下。大人，好他个太子，竟然让我把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。看来这些衙差是保不住了。大人，您这是去哪儿？河宫藏不住了，内帐我一定得看看是否安妥。我去就回。你们守住门口，其他人跟我们进去。不好，中计了！钟大人，多谢了。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这是下官妻妾的账本，难道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对此也感兴趣？太子殿下如若不信的话，可以亲自查阅。文硕，你来看看。把钟离文拿下，锁带上。是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能抓我，我是穆天府的夫尹，放开我！都给我放开！放开我！我是穆天府的夫尹。钟离文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哼，是陈玉同僚的赈灾文书。你弄来这个是想说明什么？太子殿下，这文书上的薛字和这账本上的翠字笔法一模一样，强笔脱了鼠尾，行笔又操之过急，还有这个文字，与您之前给殿下请柬中的文字也是一模一样。钟大人啊，这怎么解释啊？下官夫人不识字，下官找人代为记账，这又有什么问题？殿下，我已查明。这账本上一共有12位小妾的名字，而这12位小妾的字迹，与文书上这12位官员的字迹一模一样。
钟大人难道忘了我昨日说过的话？这可是我过目不忘的弟弟。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自作多情，非得搞出望江楼、鸿门宴那一出了。任大人，任安乐，要不是你，钟丽文，这12人恰是参与去年修河低款下放的官员，你还敢说这不是你的内账？给我押下去！是。走。